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诗新语。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一维室温超导。这个话题源于最近发表在《先进量子技术》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一维室温超导。这篇论文不仅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石墨中的室温超导这个现象是密切相关，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我们来深入来研究一下，了解一下这个研究，看看它是如何印证和扩展了我们之前讨论的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背景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我们之前视频里边讨论过这个科贝列维奇教授和他的团队，就巴西的那个在2023年报告的石墨中的室温超导现象。当时这个发现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我在2024年的1月3号和27号发过2个视频介绍过这篇论文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简单来说呢，科贝列维奇团队声称在室温常压下，在经过特殊处理的石墨中观察到了超导现象。那这个发现如果能被证实将是物理学界的一个重大突破研究团队呢使用胶带玻璃工艺来处理高度定向热解石墨，就 HOPG 在它的表面呢形成了密集的几乎平行的这个线性缺陷。那在实验中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测量，首先是电阻力的测量，他们发现在室温下样品呢出现了零电阻状态，这是超导体的一个典型特征。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这个事儿他们观察到了超导临界电流和正常态电阻成反比这种关系呢就类似于约瑟夫森结的这个特性另外磁性指标测量结果呢也更加引人注目，他们经过特殊的热处理之后样品展现出了典型的超导体的磁质回线，而这种磁质回线和已知的高温超导体是非常相似的就进一步支持了室温超导的存在。那现在呢我们说的这篇新论文就给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解释，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一维结构中可能出现室温超导。论文作者叫C.A. Trugenberger， 他是 Swiss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SA 公司的研究员他也是科贝列维奇那个巴西论文的作者之一他这个作者单位呢是翻译应该叫瑞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置呢在日内瓦我在地图上找了找真巧2个月前的今天就是7月12号我正好从他们楼下经过这个就是日内瓦的大喷泉去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家公司大楼就在喷泉的北边看到了吗？北边这个大喷泉还是挺有意思的很高，140米的高度，喷射高度相当于3座意大利的这个比萨斜塔的高度每秒呢是500立升的水量被喷射到了这个高空中仅停留在空中的这个水量就达7吨之多那么水从喷嘴到达顶峰再回到水面一个回合就需要16秒这个喷泉在138年前最早建设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景观，你知道它为什么吗？是为了泄压以前瑞士日内瓦它这个制表业是利用水压来驱动机器，但是车间下班之后或者周末呢工厂的水管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对吧？这样呢便会在管道中形成过高的水压。那为了降低压力呢使它不会因为高压而爆裂在19世纪人们能想到的办法以及当时的最新技术就是把水喷射出去，以达到减压和控压的效果。这就是大喷泉它这个雏形和初衷这个头像是瑞士政治家古斯塔夫阿多尔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第3任主席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战期间保护战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这个雕像后边那个大楼就是这家公司
这个作者这家公司，当时呢还下着雨啊，我打着伞呢走了好久。应该说呀，这个日内瓦湖还是不错的啊。当时呢因为着急到这个联合国这个日内瓦总部门口竖个中指，就没多停留，跑题了啊，我们成旅游频道了啊。我们回到论文的核心内容。前面我们说过啊，这个Trugenberger 呢，他是巴西那篇石墨超导论文的作者之一。这次呢，等于是他进一步对这个论文的超导原理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最近在高温定向热解石墨表面的线缺陷上观察到的室温常压超导现象。这个模型呢包括3个主要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叫有效应变规范导致的配对啊，有效应变规范场导致的配对。第二个呢就是表面形成处于玻色金属态的有效约瑟夫森结阵列。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潜入极好导电的3维体结构来抑制相滑移。我们来逐一看看啊这些要素啊。第一个呢是应变规范场导致的配对。论文指出啊，在热解石墨表面的缺陷代表了这个应变线啊，这些应变啊被电子感知为有效的2维规范场，特别是呢，应变梯度作用啊，如同外部磁场，把电子呢局域化在缺陷沿线的颗粒中。这种局域化是由剪切梯度应变引起的，而沿着缺陷形成的液滴，则是由对角应变的调制引起的。这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科贝列维奇教授的研究结果是相呼应的啊。我们之前提到过，他们是用这个胶带玻璃工艺在 HOPG 表面形成了近乎平行的缺陷线。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缺陷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不完整，而实际上呢是一个复杂的量子环境。那第二个呢就是约瑟夫森结阵列和玻色金属。那论文呢就进一步解释在由于这个应变规范场的相互作用局域在1维缺陷沿线液滴上的电子可以配对，并且在那里凝聚，这就导致在热解石墨样品表面形成了一个涌现的约瑟夫斯金阵列那这个约瑟夫斯基阵列呢，它的量子相结构是由2个量子就参数驱动的，一个是 G， 一个是伊塔。那参数 G 呢驱动了从超导体到绝缘体的量子相片那么当伊塔大于1的时候呢，这2个线之间就会出现一个中间相，就称为玻色金属。这个玻色金属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虽然电荷载流子是库珀对，但它表现出低温下的电阻饱和的金属相行为。这和我们之前视频中讨论过的失败的超导体和失败的绝缘体的概念是非常吻合的。第三个呢就是抑制量子相滑移。论文的一个关键的洞见就是呢1维的约瑟夫森结链实际上呢是潜入在更高维度的结构中。JJC 是2维表面上 JJA 的边缘，而这个表面又是3维样品的边界。这种潜入结构对抑制量子相滑移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HOPG 体中由于它的极低的电阻率，甚至比银还低那么涡旋的运动呢就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反过来呢抑制了表面线缺陷中的量子相滑移，使得这些缺陷变成了超导。那更重要的是呢由于这个热解石墨体的电阻率在室温下仍然很低，热相滑移也被抑制到了很高的温度。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前讨论的室温超导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它解释了为什么能在常温常压下观察到超导现象这在传统的这个理论中是难以想象的。再一个呢就是理论模型的创新。那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把这个线性缺陷动态规范场和拓扑稳定性联系起来
这个模型呢，不仅解释了实验的结果，还给我们寻找更多的室温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那特别注意的是啊，论文指出，如果局域超导域足够小，那么相当高的超导转变温度是可能的。这和我们之前讨论的科贝列维奇教授的实验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在室温下观察到了超导现象。所以这个实验证据和理论预测是有一致的。论文中提到的这个实验证据啊和理论预测是高度一致的，这就进一步增强了这个模型的可信度。比如说呢，零电阻状态这个观察和超导关键电流 IC 和正常态电阻 Rn 之间的反比关系，符合约瑟夫森结的这个特性。第二个呢，就是磁化测量结果出现的超导屏蔽和磁质回线，以及随温度变化震荡的关键电流，都强有力的支持了 T 大于 300K 的这个超导状态。第三个呢，就是关键电流的温度震荡与超导体、铁磁体、超导体这种约瑟夫森结的理论预期是高度一致。所以呢，这些结果和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科贝列维奇教授团队的实验结果是非常吻合的，也给石墨中的这个室温超导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这个证据。那对未来的研究有什么启示呢？就这项研究呢，就不仅提供了就解释了已经观察到现象，还给未来的研究呢指明了方向。那作者指出这种线性缺陷的超导机制可能在其他层上材料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就给寻找新的高温材料高温超导材料就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特别是论文提出的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层状材料的线性缺陷处存在强烈的应变量摆动，诱导形成局域电子对那么可能适用于多种材料系统。这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石墨研究的广阔的这前景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篇论文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一维室温超导。它不仅解释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实验现象，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指导未来的研究。那更关键的是呢，这项研究表明室温超导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它不需要极端的压力或者复杂的材料组成，而可能存在像石墨这样的常见材料中。这对于我说未来的这种技术应用还是有深远意义的。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和批判的态度。正如我们之前讨论 LK99 和其他的这个室温超导那些声明所强调那样，就是科学发展必须要经受住同行评议和重复试验的这种检验。所以这个研究毫无疑问会激发更多的这个实验和理论工作，来验证和扩展这些发现。那当然这是一篇我们说单一作者的论文。一般这样的理论研究论文的作者都是比较大胆的当然最后真正成立的并不多。但是如果一旦成立，像这篇论文已经发表在这个Condensed Matter 就凝聚态物质这个杂志上，这是个正式刊物虽然比不上什么 PRB 但在凝聚态物理这个领域它可以当成一个中等级别的这么一个期刊，也是专业的凝聚态物理研究的杂志。所以呢还是一本开放期刊，就意味着这个文章呢可以更广泛的传播和下载。所以在室温超导逐渐冷了的时候这篇论文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向来探索室温超导。它结合了这个创新的理论和相对扎实的这个实验基础，就给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现象呢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吧。那么作为这个科普爱好者我们应该继续持续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那谁知道呢，是吧？也许下一个重大的突破就在眼前。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期待更多激动人心的这种发现。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如果您觉得有意思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